正在魏无羡思绪急转，考虑应对之策时，那阵清脆的竹竿敲地声再次响了起来。魏无羡当机立断道：“走，跟着竹竿响声走。”阿金看到这熟悉的地方，眼泪险些夺眶而出。他一只手摇着小星辰的衣袖，声带哽咽道：“道长，他们到义庄了。”“我听到了。”小星辰回得云淡风轻。那像被血泼过的白绫，遮得阿金双目刺痛。他终于忍不住大哭出声，扑到小星辰的怀里，鼻涕眼泪齐齐蹭到他的道袍上，抽噎的像是要断了气一样。道长，我好想你啊，阿金好想你啊，呜呜。小星辰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得一怔，旋即嘴角荡起一丝宠溺的笑意。他用手轻轻揉着阿金的头发，温言道：“哭什么？这不是见面了吗？”许是这边动静太大，引得看故事的众人频频侧目，又被薛洋莫名凶狠的眼神挨个瞪了回去。待所有人都没人看这边的时候，薛洋敛去目中的凶光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小星辰，久久不能回神。且说书中正到魏无羡与阿金共情的画面，书中明显多出了阿金的身影。这位姑娘蹦蹦跳跳古灵精怪的，一看就是个跳脱的性子。随着阿金的视角，众人也知道了，阿金天生白瞳，装瞎只不过是混迹市井的一种自保方法，而阿金收入来源就是靠装瞎撞人摸人钱袋。阿金装瞎出了巷子，故技重施，撞到了一个白衣道人身上。众人看着这位道人，知道故事这是要开始了。原来你也是瞎子啊，咱们一起走，刚好有个照应。画面很快就到了薛洋出场的时候。小星辰略一思索，他轻手轻脚地把地上那人背了起来。书外的众人更是惊疑不定，只为书中这俩瞎子捏了一把汗，怎么就能这么倒霉，偏偏救了自己的仇人。薛洋大量咳血之后，嗓音沙哑，他果断做出了抉择。魏无羡能推测出他是怎么想的，他现在身受重伤，又行动不便，没人救治是绝对不行。既然小星辰自己蠢地送上门来做这个冤大头，何不安然受之？薛洋闻言冷笑一声：“猜得还真准。”看着画面中的薛洋屡屡试探阿金，众人都不禁为阿金捏一把冷汗，仿佛身处其中，被薛洋刁难的是自己一样。令众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薛洋在养好伤后，居然还没有下一步行动，既没有离去，也没有杀了小星辰报仇，反而在这破落的义庄里与他们二人过着修门补屋、买菜做饭的日子。这一探头，魏无羡心中陡然一寒。双华银光横贯，小星辰一剑刺穿了一个村民的心脏。那个村民是个活人，只不过是中了尸毒的活人。恶魔！众人脑海中纷纷浮现出这两个字。丧心病狂，借刀杀人，恩将仇报，歹毒阴损。有几位散修已经热血冲脑，迫不及待地拔剑欲要斩杀薛洋这个渣子，可见其他人根本没有任何动作，他们的热血也渐渐凉了下来。道长，你流血了。果然，那已经被血染透的白绫此时正在往下滴血，滴滴答答，狼狈极了。阿金急急忙忙地四下翻找干净的手帕，在自己身上胡乱翻找一通也没找到，又向身边的宋兰伸出手去翻腾。无事。小星辰手臂发颤着，虚浮上眼眶，看起来十分痛苦。薛洋一把拽过一个散修，从怀里掏出一段干净的白绫拿给他。散修被这样一个恶魔提在手里，嘴巴一张，一声惊叫就要出声，却被那凶神恶煞的一眼给吓得卡在了嗓子眼。见他老实了，薛洋这才放开抓他的手，向小星辰方向一指，示意他拿过去。那名散修哆哆嗦嗦间竟然听话照做了。阿金见有人送来了白绫，连忙道了谢，帮着小星辰处理了伤口。薛洋同小星辰他们有一段距离，中间坐着几个人，他借着这几个人的遮挡，通过缝隙看向小星辰。这时小星辰已经换上了干净的白绫，之前的狼狈之态一扫而光。薛洋无声笑了笑，心道：这才是他。回到书中，围炉夜话。从前有一座不知名的仙山，山上住着一个得道的仙人。仙人收了很多徒弟，第一个下山的不知遭遇了什么，性情大变，突然变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最后被人乱刀砍死。第二个徒弟是一位很优秀的女弟子，她嫁了一位大家主的仆人，两人在一次夜猎中双双失手丧生了。是了，众人皆知抱山散人门下出山的一共3名弟子，个个不得善终。小星辰讲了前2个，当然
那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就是第3个。接着阿金问小星辰之前夜猎的故事，画面中的薛洋原本听得极其敷衍，可听到这个，他似乎来了兴趣。我的一位至交好友，一位秉性高洁的赤诚君子。宋兰闻言百感交集，看着身旁失去视力的小星辰，一时不该如何表达内心复杂的情绪。只见薛洋句句往人伤口上戳，之后一脸鬼笑，看来给小星辰捅刀子能带给自己不小的快感，真是恶劣。薛洋道：那我讲个怎么样？阿金立刻道：好好好，你讲个。众人听了薛洋说的故事，当下都懂这故事的主人翁正是薛洋本人，心中不禁暗忖道：原来薛洋是从小被人揍大的。故事就在3人看似平静下的生活中持续着，直到宋兰的出现。宋兰冷冷的声音传来：薛洋，你这个畜生，禽兽不如的畜生，你欺他眼盲，骗得他好苦。众人听薛洋嘴愈加毒狠起来，句句诛心，与金光瑶可谓是不相上下。宋兰被薛洋的话扰得方寸大乱，众人眼睁睁看着薛洋斩断了宋兰的舌头。更令人吃惊的是，下一刻双华剑刃刺穿了宋兰的胸膛，众人才知原来一开始蓝丝追的问灵，宋兰答他是被小星辰所杀，竟是这么个杀法。只要宋兰把他的剑递到小星辰手里，小星辰就会知道他是谁了。可是宋兰不能这么做了，把剑递给小星辰，无疑是告诉他他亲手所杀者是谁。昔日至交见面，还没来得及说上一句话，就落得这么个下场。而罪魁祸首就坐在那里，2位道长竟也忍得住不杀他，可他们怎知宋兰现在的想法？此时宋兰暴躁非常，这什么鬼地方？仇人就在自己触手可得的地方，却杀不得也伤不得，心中怒火滔天。如果在这个幻境中能再死一次，他会毫不犹豫剐了薛洋。可没办法，死的人已经死了，现在这个结界中只是泡影。宋兰只能自我安慰地想着，也罢，能再见星辰一面，说上几句话就足够了。接着阿金成功制造出与小星辰单独相处的机会，才颤颤地把实情都说了出来，除了宋兰之死。接二连三的惊雷炸得小星辰微微有些茫然，一时间不知该作何反应。这时薛洋回来了，小星辰让阿金先逃跑。小星辰道：你在我身边这几年究竟是想干什么？薛洋开口道：小星辰道长，我那个没说完的故事，你现在不想听下半截了吧？可我偏要说。薛洋将那天没有讲完的故事愤愤地道来，众人这才知道薛洋的断指是如何断的，竟不由觉得常慈庵真是活该，可旋即又觉得薛洋未免太狠了。如小星辰所说，报复的话，断他只折他手臂，为什么要灭他满门？剑锋袭来，小星辰下意识持双华反手格挡，2剑一交，他就怔住了。小星辰很小心地问道：是子琛吗？他缓缓地转身，哆哆嗦嗦地伸手摸到了宋兰的剑刃。众人沉默地看着小星辰一点点知道全部的真相，一点点的崩溃，继而嚎啕大哭，跪地求饶。这一刻，在小星辰身上，魏无羡看到了自己，一个一败涂地，满身鲜血，一事无成，被人指责，被人怒斥，无力回天，只能嚎啕大哭的自己。蓝忘机心中大痛，小星辰没有双眼，附在白绫下的双眼流不出泪，但他此时再次经历当时手刃挚友的过程，心痛不已，双手肉眼可见地颤抖着。宋兰见状，不知该如何安慰，他从来不曾怪过小星辰杀了自己，只恨不能杀了薛洋。忽然，小星辰抓起双华，调转剑身，锋刃架上了颈项间，一道澄净的银光划过，小星辰松开了手，嫣红的鲜血顺着双华剑刃滑下。让众人疑惑的是，薛洋的眼眶竟然红了，那个故事里小男孩的影子渐渐与他现在的样子重叠。众人看着他状若疯癫，像条疯狗一样，在他刚收拾好的房间里又摔又砸，又将小星辰背起，像个疯子一样碎碎念寻找一只锁灵囊。众人不知该作何感想，明明是想念不舍，却表现得如此病态，让人想心疼都无从心疼。小星辰许是没想到自己死后还有这一幕，便凝神细听。当然也不用细听，薛洋的嘶吼与疯癫早已经通过那个声源在结界中炸裂般响了起来。薛洋此刻沉默地盯着画面，唯有那双紧紧攥着的拳头出卖了他此时的情绪。画面一转，
魏无羡从共情中出来的时候，众人也清楚了，阿金最终并没逃出薛洋的手掌心。魏无羡道：“薛洋必须死。”方才薛洋开口扰乱宋兰心神，此时魏无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与韩光俊配合的默契无比，再加上阿金的协助，薛洋节节败退，最终倒在血泊之中。一只被斩下来的左手，4根手指紧紧握着，缺了一根小指。这只手的拳头捏得非常紧，魏无羡蹲下身来，用足了力气才一根一根的掰开来。掰开后发现掌心里握着一颗小小的糖，这颗糖微微发黑，一定不能吃了。被握得太紧，已经有些碎了。